2025年，中国的金融系统正悄悄地发生一场清理行动。仅仅5个月，中国境内就有184家银行消失。2025年才过了5个月，全国已经有184家中小银行被批复合并或注销。184家是什么概念？去年全年也才204家，今年直接干到了去年的90%，而且只是前5个月。这个数字不只是惊人，而是骇人。别着急，高潮还在后面。仅5月16日一天，内蒙古就有120家小银行在同一天被集体注销。这是北京主导下的一次统一法人整合行动，由新成立的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接盘债权债务。注意，是解散，不是改名，也不是破产重整，而是彻底注销消失，法人资格全数注销，银行直接不复存在。我们常说地主家也没余粮了，现在是真的连银行家都快没余粮了。从福建的南安农商行，到河南的安阳银行、信阳银行，从东北的营口银行、复兴银行，到华南的柳州银行、湛江银行，密集的合并、重组、被撤销，正在一场看似平静的风暴中掀起。风平浪静的表象下，如今已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不安与紧缩。这不再是单一城市、单一产业的问题，而是正在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危机。2024年8月，中国金融监管总局突然宣布要推动中小银行市场出清，这意味着该倒的倒，该关的关，不再拖延。紧接着，合并潮来了。2024年，福建南安农商行被泉州银行吸收，河南信阳银行、安阳银行、南阳银行合并成了一家豫州银行。广西的柳州银行、北海银行、桂林银行一夜之间归于广西银行。辽宁则启动全省银行一体化计划，营口、阜新、锦州等地的小银行都在名单之内。再然后是撤销潮，广东清远英德珠江村镇银行被直接撤销，江西赣州的村镇银行也被裁撤。新疆、甘肃、西藏等地的多家小型农信社宣布退出市场，许多名字陌生的银行悄无声息地蒸发了。可这些银行过去撑起了数亿基层民众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，他们一旦崩塌，最先受冲击的是生活在底层、依赖地方经济供血的人们。或许北京、上海的高层阶级感受不到异样，但中国广阔的内陆世界已经在无声地溃散。这一波金融去杠杆，中国官方早就有预告。2023年底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。2024年年初，又把口号升级为加快中小银行风险处置，推动结构重组，实现市场出清。听起来像是改革，但其实是清盘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金融监管总局放出了一个信号，未来将设立存款保险基金公司来统一管理风险银行的重组和清算。换句话说，过去那种一家出问题一家兜底的方式已经维持不下去了。现在的口号是保大、保干净、保效率，而不是全保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银行可以在短短几个月里被消失。这不是简单的金融政策调整，而是系统性的金融内清。而背后真正的压力不只是银行本身，而是整个国家财政、房地产、消费与信贷体系的全面下沉。银行一倒，风险才刚刚开始。银行从来不是普通的企业，它是资金的源头，是信用的节点，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总阀门。银行倒下，代表着整个社会的钱不再流动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企业融资难，经营困境加剧；民众贷款难，消费进一步收缩；房贷利率降了，但贷不到款；信用卡风控越来越严，资产被冻结的案例
逐月上升。中国银行业正在进入防守模式，而一旦银行系统进入防守模式，整个国家经济也就失去了生机。这种模式不陌生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是从银行收缩开始的。中小银行为何最先倒下？这要从中国特殊的金融结构说起。中国的大银行如工行、建行、农行多为国有资本主导，而过去10多年，中小银行，尤其是村镇银行和城商行，如雨后春笋般扩张，成为了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关键工具。为了 GDP， 为了地方财政，银行几乎沦为融资平台，大量资金流向了房地产，贷款审查极其松散，风险评估基本缺失，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自融与自担保操作，久而久之，坏账堆积如山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，2024年末，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余额已达3.1万亿元，不良率为 1.76%， 而村镇银行的不良率普遍超过 3%， 个别高达 8% 以上。这些银行已无力自救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小银行关了也没关系，反正还有4大行。但事实是，连这些大银行也正在面临压力。招商银行2024年净利润增幅仅为 2.5%， 创10年最低。建设银行为 1.2%， 农业银行为 0.9%， 工行仅 1.1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最强的银行利润增幅还跑不赢物价。更严重的是，金融服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信任产业。一旦民众失去对银行的信任，即使是央行也无法强行让信用回流。这种信任的断裂正一点一滴地侵蚀这个庞大的金融帝国。从2023年下半年起，大陆不少网友开始抱怨，银行转账超过5万元就要提供用途证明，信用卡频繁风控，额度被降，企业账户被冻结，解冻手续繁复，大额取现必须提前预约，且需说明理由。金融自由正在一点一点被收紧，这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：资金紧张，风险上升，政策趋紧。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是一个靠债务驱动的经济体，那么现在的中国正在尝试勒紧裤带自保，但代价是老百姓的钱不敢存，不敢动，企业的钱拿不到，周转不了，政府的钱越来越依赖特别国债或印钞输血。这种状态下，经济还能靠什么来增长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现在中国的金融系统已不再是单纯的银行问题，而是牵动整个经济、社会和国家信心的问题。而中国的应对逻辑是牺牲局部，保住核心。中小银行正在加速消失，大银行开始裁员减薪，信用紧缩愈演愈烈，储户被动配合资金监管，整个社会正在进入金融战时状态。中国媒体仍在强调信心，但现实却越来越像一场漫长的失血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这种局面往往有2种可能：一、强力整顿，压制风险，代价是长期停滞与失业潮；二、任由市场调整，放手出清，代价是一次性崩盘与大量破产。无论哪一种，民众的资产、生活与未来都会在这场动荡中遭受重创。中国金融体系正在重构，中小银行的消失潮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过去几年，从恒大暴雷到地方债危机，再到今天的银行消失，这一连串事件并非孤立，而是同一张拼图的一部分，一张关于中国经济失速的拼图。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